这就是沈家新媳妇儿，是杀鱼的吧？隔老远都一股鱼腥。婶子鼻子真灵，闻得出鱼腥，闻不出嘴碎。走走走，新媳妇儿嘴厉害，别惹。委屈你了，沈家没办得像样。日子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进门吧。小满，娘，小满才12，他哪里能去余杭做3年工啊？哭什么哭？去余杭帮工又不是要你的命。沈家欠严家10两银子，今日总得有个交代。人不去，钱拿来。新媳妇刚进门就赶上牵活契，沈家这喜事办得真热闹。爷奶，别送小满，欠的钱我还，我多出船，夜里也能下水。你拿什么还？余杭今日要交代，不是听你空口许愿。严家兄弟，10两银子我们大房慢慢还，兖州会捕鱼，我会修船，我们不赖账。慢慢还，严七爷的钱是你们说慢就慢的。小满是我生的，我没点头，谁也不能让他按手印。大嫂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契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是去帮工，3年工钱先抵债，多体面。沈小满自愿入严家余杭帮工3年，公存提前折抵沈家欠债，自愿。嫂子，我没有自愿，我不想去。听见了，人都绑着还敢写自愿？嫂子刚进门，不懂沈家的事儿。严七爷看中我，让我进鱼塘当账房，这是全家的体面。那10两银子是你接的？常贵读过书，将来是要账房的人，10两拜门菜算是给沈家挣前程。常贵借的钱，为什么要小满去还？一家人分什么你我？常贵有出息，你们大房也沾光。沾光？小满被绑成这样，沾的是绳子的光。少废话，按了手印，今日这事儿就了了。哥，救我！别碰我妹妹！哼，沈彦州，你敢动手，明天你家的鱼连码头边都靠不上。靠不上码头，就能拿孩子抵债。敬堂，别冲动。娘，我杀鱼不杀人。你想干什么？新媳妇进门第一天就敢拿刀下长辈？放开他！娘，谁欠的钱谁自己还，别拿我小姑子的命抵债。青堂，气质给我。哼哼，你算沈家什么人？今日刚进门的沈家媳妇，你们要按我小姑子的手印，我就管得着。反了你了！大嫂都没说话，你一个外来的心腹插什么嘴？我说，小满是我女儿，我不同意她去余杭。我也不同意，欠债可以还，孩子不能欠。老大，你敢跟我顶嘴？娘，别的我都能让，这个不能让。小满父母不点头，兄长不点头，二房凭什么替他签？凭吴桂花嗓门大。宋清堂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小满去3年，换我进余杭，往后沈家也有个靠山。你要靠山，就自己去余杭跪，别踩着12岁妹妹的肩膀往上爬。常贵借的拜门钱真要小满还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怪不得绑着孩子，怕他跑啊。沈家嫂子话别说满，10两银子欠着，严家总得拿回去。拿钱可以，拿孩子不行。哼！你们再往前一步试试。别动手，他们就等你先动。那怎么办？去县衙。去什么县衙？家里的事儿闹到县衙丢不丢人？逼12岁小姑娘按活契，不丢人？
各位叔伯婶子都在，今日我问一句，小满爹妈没同意，二房能替大房女儿签3年活契吗？怕是说不过去。再怎么一家人，也不能越过亲爹亲娘。你真要把严家余杭拖进县衙？不是我要拖，是你们要抢人。县衙门口我照样这么说。严家管事，今日先算了吧。家里新媳不懂事，改日我让老大带钱过去赔罪。爷，钱谁借的，谁去赔。大房不认这笔卖孩子的账。我又没说不还。那就从今天开始记住，是你欠严家的10两，不是小满欠的。哼，行，沈家大房有骨气。人我们今日不带了，可欠严家的钱不会少1文。娘，我真的不用去了。不去了，娘在，谁也不能再帮你。不过，严七爷也有句话。什么话？往后你们大房的鱼，余杭只按最低价收，鱼筐、碎冰、粗盐也别想再赊。没鱼筐，鱼怎么装上岸？没冰，鱼撑不到镇上啊！严家这是断我们卖鱼的路。哼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刚才跪了那么久，也没保住什么。至少现在你站着。沈家真正该破的局，不止在这个院子里。先保住人，别的一步一步来。长贵今日受了惊，得吃点好的鸭呀。姐，你碗里有鱼肉吗？没有，你喝汤吧。兖州，今日别再闹了，能把小满留下已经很好了。你撑了1天船，怎么连自己捕的鱼都吃不上？兖州，今日风顺，网别下太浅，浅了全是小鱼。知道。爹，你手流血了，先包一下。小口子不碍事，船板漏水才碍事。水烧开了再倒，别烫着。娘，后院柴不够，我又去篱笆外捡了一把。给我吧，你别把泥带进锅边。天还没亮透，你们都起来了？船户人家都这样，潮水不等人。长贵，再睡会儿。读书人不能起太早，伤神。娘，今日别让小满在院里哭了，吵得我头疼。干活的怕误朝，睡觉的怕伤神。沈家这日子倒是分得明白。青棠，先别说了。我现在不说，我要看清楚。二叔又没回来。你二叔常年在外跑，家里的事向来是你二想做主。长贵以后要进余的当账房，脑子金贵，不能吃得太差。娘，今天也没有鱼肉吗？喝汤也暖身子。这鱼谁捕的？新媳妇儿，昨晚闹过一回，今日还要闹？我不闹，我问清楚。沈延州，这鱼是不是你天没亮就下水捕回来的？是。船是不是爹捕的？鱼筐是不是娘洗的？柴是不是小满和石头捡的？嫂子，是我们捡的。哼，一家人吃顿饭，分这么清楚做什么？分鱼肉的时候，你不是分得挺清楚吗？这双手，从天没亮拖网到现在，只配喝清汤。嫂子，
娘昨夜还在洗筐，洗到半夜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船漏了是你补，网破了是你们补，鱼补回来是兖州下水，饭煮出来是娘和孩子忙。嫂子，我没事。这些手都在养这个家，凭什么吃不到鱼？这些年大房捕鱼，二房吃肉，孩子问过，我也只会说忍忍就过去了。船是我们修，网是我们捕，鱼是兖州捕。可卖鱼的钱一进门就交宫中。老大，你这是怪我？娘，我不敢怪你，我只是今日才觉得对不住孩子。青堂，别看了。为什么不能看？出力的人手上有茧，不丢人。哥，这是你的。吃，以后哥再补。哥，鱼肉是甜的。记住今天这口鱼，不是别人赏的，是你们自己挣的。青堂，今日这样说，往后家里怕是更难过。娘，今天不说，往后也没好过。你说的对，可家里这样过了很多年。很多年不代表该这样过一辈子。一船鱼能卖多少钱？看鱼，一篓最常见的河鱼，卖给谁？多少钱？送延七夜余杭，好时候50文，差时候30文。卖完的钱谁拿？回家交宫中，娘管着。要买网线、补船、换桨，都得再跟宫中开口。有时候二婶说没钱，爹就先湿着。你捕鱼，钱进宫中；你修船，再问宫中要钱，要不到就去赊。难怪大房累成这样，还穷得碗里没肉。那你觉得根儿在哪儿？饭桌只是表面，真正的问题在码头。码头人杂，严家昨日刚放过话，你今日别去了。就是因为他们放了话，我才要亲眼看看。里面有2个馍，路上饿了吃，别跟人硬碰硬。娘放心，我今日去看价，不去打架。夏一龙，快点儿！鱼死了可别怪价低。这篓今早刚起的，还活着。河鱼多得很，今日只能30文。活鱼也30文？他说多少就是多少。严家哥，掌柜等着做武士，挑几条精神的。这几条新鲜，120文一头，少1文都不卖。同样的鱼，收你30文，转手120文。饭官只认严家余杭，我们自己送过去，人家也未必收。拿钱走，下一个。青堂，哼，难怪你们天天下水，还是穷得揭不开锅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先别急着问怎么办，明日再来一船鱼，我看他们还能怎么样。哟，新媳妇还懂卖鱼？懂不懂，明日就知道了。今日鱼不少，活的也多。家里就剩这几只旧筐了，严家不赊新筐，今日先凑合装。鱼是早上刚起的，眼青腮红，拿到饭馆能卖好价。青堂，要不还是先送严家余杭试试？爹，昨日他已经看见了，严家压价。我知道，可鱼离了水拖不得，过去再被压，总比烂在手里强。人家长着码头，咱们不去余杭，真不知道卖给谁。却绝非认输。你真让送？我也想看看
严七爷今天要怎么把这船鱼压到泥里？燕州，动作快些，活鱼别捂死了。青堂，你带这些做什么？看价也得带着能讲价的东西。大哥，还真来了，我还以为嫂子昨日那么硬气，今日要自己把鱼卖到天上去呢。鱼是今早刚捕的。七爷，沈家的鱼来了。新媳妇儿也来了。鱼是沈家的鱼，我来看看怎么卖。鱼离水久了不鲜，按死鱼价30文一篓。七爷，这鱼刚起上来，还在甩尾。我说不鲜就是不鲜。七爷，多少再添点，今日这船鱼真不错。沈老大，这码头的鱼价从来是我严家说了算，30文你卖，拿了钱走人；不卖，鱼搁这儿臭了，连30文都没有。大哥，码头有码头的规矩，你今天不低头，明天连船都靠不了岸。你借的钱要小满底，现在还来教我低头？我这是为全家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还没称呢。严七爷既然嫌鱼不鲜，那我们卖给识货的人。卖给识货的人，好啊！这码头上来来往往的，哪一个不是从我严家称上过的？盯着，他卖给谁，记下谁。青堂，他这是要记账啊！卖咱们鱼的，往后都得被严家记恨。记就记，鱼是活的，价是死的。今日我偏要让这桶活鱼卖出个活价。燕州，把活鱼挑出来装木桶，半死不活的放右边，破皮小鱼给我。好。这鱼不走严家秤，还是活的。活鱼线挑，鱼鳃鲜红，眼不浑，下锅不腥。你掌柜要做武士，这鱼比死价收来的强。你掌柜的鱼不是一直从严家拿，今日买了他雪家的，明日严家这边的货可就不好说了。我一个跑腿的做不了主。新媳妇儿看见没？这码头的饭馆，谁敢得罪严家？青堂，没人敢买，我就说咱们离不开严家鱼行。饭馆怕断货，是因为他们天天指着严家。可那些脚夫扛一天货，严家管过他们一口饭吗？你要卖给脚夫，小夫买不起整条鱼。整条买不起，一碗热汤总喝得起。先不卖大鱼，先让这码头上有人吃上沈家的鱼。燕州，活鱼先养着，别让它死。我去借口锅。我跟你去。你守着鱼，这一桶活鱼是咱们今日的本钱，丢不了。老板，借你灶火一用，2文钱。你是沈家那个新媳妇儿吧？严家刚放过话，我这小棚子可不敢沾你们的事儿。我借的是灶，煮的是我自己的鱼。严家管得着我卖鱼，还管得着你这口灶烧不烧火？快煮！出了事儿可别说是我棚子里出的。出了事儿我担，出了汤分你一碗。这煮什么呢？怪香。鱼骨汤2文一碗，加2颗鱼丸3文，喝完扛货有力气。听说严家不让买沈家的鱼。严家不让饭馆买，可没说不让你喝汤。2文钱一碗热汤，你喝着烫嘴，严七爷还能管你的舌头？嘿，这汤鲜，比茶煲清水顶饱。给我来一碗，加丸子。老张老李，这边有热鱼汤，2文一碗。七爷，饭馆是不敢买，可那些脚夫不管这套，破鱼都让他熬成汤卖出去了。一个杀鱼的女人，汤是卖出去了，可这才几文钱，最值钱的活鱼还是没人敢买。别急，汤是引子，人聚起来了，鱼才好卖。你这鱼真像你说的那么新鲜？
你自己看，活鱼现挑，挑中了再付钱，死一条我赔一条。小哥，买吧，这鱼汤都这么鲜，鱼能差？吃坏了算我的。给我挑4条，我从后门提走。严家那边，你别声张。买卖讲的是鱼好，不是谁声张。你掌柜要是满意，明日还来。严家刚才只肯给30万一篓，这4条活鱼，你不是不会挣钱，是一直有人替你把价压死了。原来这船鱼真的能值这么多。沈家媳妇儿在我严家码头摆过卖汤，胆子不小。七爷嫌我们的鱼不鲜，不肯给活鱼价，我们自己煮汤自己卖鱼，怎么叫强？那块还能用？今日的汤你卖了，可从明日起，沈家的鱼、沈家的锅不许在严家码头摆。上回断了你们的赊，这回连这块地都没你们的份儿。我倒要看看，离了严家码头，你这桶活鱼还能往哪儿卖？连码头都不让占了，这是要断沈家的路啊！庆堂，码头不让摆，这鱼往哪儿卖？筐坏了能修，路断了就换一条。这码头是严家的，可这条河不是。今日是卖出去了，可明日呢？严家不让摆摊儿，饭馆还敢不敢买？谁也说不准。没有冰，活鱼还好，死鱼拖一拖就坏，粗盐也不赊，腌都腌不成。是我没用，鱼是我捕的，可离了严家码头，我连卖到哪儿都不知道。你会看水，会撑船，会捕鱼，你少的不是本事，是一条不用跪着卖鱼的路。河湾卖鱼的路都在严家手里。除了这个码头，河边还有没有能靠船的地方？下游倒是有个旧口，早年你娘家那边的人走过，后来泥路陷，木板烂，就荒了。那里离镇口远，脚下全是泥，没人愿意绕过去。旧渡口能靠小船，可木板断了半截，水边也滑。能靠船就有路。那地方荒成那样，真能卖鱼？路是人走出来的，鱼也是人卖出去的。明日我带你去看。谁坐的船？大房惹了余杭，再让你们出船，是给全家招祸。这是我撑了一天的船。这是沈家的船，没我的话，谁也不许动。今天严家断码头，晚上家里锁船。沈延州，这次你还要等别人点头吗？锁还在。哥，今日不出船，咱们就没有鱼卖了。昨天那些钱会不会又被奶拿走？这潮水正好，再晚半个时辰，鱼群就散了。娘真不让咱们出船了。出什么船？昨日在严家码头闹那么大，还嫌不够丢人？大哥，我劝你一句，今日去给严七爷赔个不是，鱼还是按余杭规矩卖，别跟人硬碰硬。按30万一篓卖，总比没地方卖强。船是沈家的，不是你大房自己的。你们惹了严七爷，再让你们出船，是给全家招祸。娘，船不出水，今日就没进项，孩子们总得吃饭。吃饭重要，还是一家人活路重要？一家人的活路不是靠索大房的船换来的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昨天抢鱼价，严七爷能放话断筐断兵。严七爷压价是他黑心，我们卖鱼是我们活命，别把账算反了。燕州，这船早年修过，还欠过余杭人情，你现在得罪严七爷，是嫌沈家日子太安稳吗？余杭人情，这话我记下了。以前你们说忍一忍，我就忍。这船是我爹一块板一块板补起来的，燕州，是我娘一张网一张网补出来的。娘补网不算什么，算，以前我没说，今日我得说，也是我一次次下水拖回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二房没出力？二婶下过水吗？我是女人，怎么下水？长贵下过水吗？我是要做账房的人，和你们这些船户不一样。
你爹常年在外，不下水，不管家，可二房欠下的，最后总要大房来扛。你不下水，还吃最大的鱼肉，还让我去替你还债。小孩子插什么嘴？他们是小，不是哑巴。说下去，今天谁也别想死。反了，我还没死，这个家轮得到你做主？我不抢家里的主，我只要出船的权。庆堂，你拿这个做什么？昨晚你说买网线换奖都要问宫中，我就问你有没有旧账。娘，你留着是对的。我不是想算计谁，就是怕哪天说不清，才留了几张。今天正好说清。3年前补船板200文，出钱的是大房。那次船底裂了，我接了2个月夜活才还上。前年换奖120文，还是大房。那只奖是我卖了3楼鱼换的。去年补网线70文，娘半夜补了3宿，钱也是大房出的。宫中说没鱼钱，我就先失了线，后来燕州卖鱼还的。几张破纸能说明什么？船写沈家的，当然是沈家的。那二房出过哪一笔？你下过哪一次水？补过哪一张网？买过哪一根桨？我以后进鱼塘当账房，能帮全家挣大钱。先把你借的10两还了，再说大钱。老大，这些账你也认。我认。这些年我太软，害得媳妇儿孩子都跟着受委屈。船是大房养活全家的工具，不能锁。娘，别的我们不争，可不让出船，就是不给大房活路。你们这是合起伙来逼我？不是逼您，是把谁出力谁吃饭这件事摆到明面上。要是在堂屋香案下，娘，真让他们出船，他们再得罪严爷妻怎么办？你闭嘴！到时候严七爷怪下来，别牵连我。你欠的债才最该怕他怪。你的船你自己开。哥，能开吗？开了。燕州，小心潮水。今日能补多少补多少，不要逞强。爹，娘，等我回来。沈彦州，今天不是去求鱼价。我知道。去看旧渡口的水。我带你去。再往前就是旧渡口，荒了很多年。水不急，船能停，比我想的好。你还没看岸上。这地方真能卖鱼吗？板烂了，栏杆也松，客人要是摔了，没人敢来。嫂子，这里连路都看不见。哎呀，我的鞋陷住了。泥湿是因为水边没人垫石，草高是因为太久没人走。能修？能，就是得先把它收拾成人能来的样子。木板还能换，旧桩拔掉，重新钉几根，能靠小船。可没人绕这么远来喝鱼汤买鱼。没人来，就让香味先过去。脚汉走码头，饭馆走镇口，总有人愿意为一口热汤多走几步。这里不归严七爷管，所以这里才是我们的活路。嫂子，要是真能卖鱼，我就在路口喊客。我可以洗碗收了钱。好多年没听他们这么说话了。明日我先来清扫。不是明日，现在开始。这地方荒得太久，得先把靠船的板子换了。路太软，先垫出一条能走人的。这里早年是我娘家用的小渡口，那时候还有人过河，后来路坏了，就没人来了。没人来过，才不会被严家说成抢他的码头。可咱们在这摆摊儿，严七爷要是说咱们私占渡口呢？所以先不摆摊，先找李仲交摊钱。旧渡口荒了几年，你们真要用？用来卖鱼汤、卖鱼，该交的摊钱我们先交。严家余杭可不好惹。我们不抢严家码头，只在旧渡口讨口饭吃。渡口破了，我们自己修；出了事，我们自己担。
摊钱收了，旧渡口可以用，但路和木板你们修好，别让人摔了。有这句话就够了。嫂子，这样严家就不能说咱们偷占地方了。不能，做买卖先把能被人抓的画笔堵住。嫂子，我也能干活，我挖草。行，今日旧渡口开张，你就是第一个喊客的。这边再压2块石头，小康挑担走也不容易滑。爹，这路修好了，以后船靠得住，人也来得住。青堂，我这鱼骨先下锅，还是等水开？水热了再下，先大火滚开，汤才白。嫂子，碗不够怎么办？不够就让客人等一等，别慌，碗干净比快重要。嫂子，现在能去喊了吗？再等锅开。你喊来了人，锅里没汤，人就走了。这些都要卖？大鱼卖饭馆，小鱼做鱼丸，鱼头鱼骨熬汤，破皮鱼做咸鱼胚，鱼杂辣炒给脚夫下饭，鱼鳞熬胶，碰上补散酱、补鞋酱也能卖几文。鱼鳞也有人要？别人眼里是新东西，懂用的人手里就是胶。原来一条鱼能分出这么多活路。今日不是我一个人卖鱼，是咱们一家一起把这条活路趟出来。旧渡口热鱼汤，2文1碗，鱼丸另算。旧渡口那地方路滑，绕过去费脚。算了，码头那边喝口茶水也能顶。真有鱼丸，热的。等你们路修好了再说。嫂子，我洗了这么多碗，会不会用不上？今日能用2个，就比昨日没人知道强。2位大哥，汤刚滚出来，小心烫。哟，这板子新修的，不晃。早上刚钉的，你们放心踩。这汤真鲜，2文不亏。加鱼丸3文，鱼丸是嫂子刚做的。那给我加2颗，挑了一早上单，就缺这一口热的。1文、2文、3文，嫂子，我数对了。数对了就大声说出来，客人也安心。3文，收好了，鱼丸马上来。小姑娘挺像样儿。人还是少，要不要便宜1文？不急着降，便宜不是本事，让人觉得值才是本事。这样一撒，香味真不一样。脚夫走路靠鼻子，闻见热汤比听到吆喝管用。刚才谁说旧渡口有热鱼汤？这里2文1碗，鱼丸另算。路垫过了，不限脚，来1碗。这边坐，板子结实。沈家大哥，昨日说好的活鱼还有吗？有，今早刚起的。大鱼给饭馆，现挑现称，不走严家称。这里不归严家码头管吧？摊钱交了，旧渡口我们自己修的。那我挑3条。掌柜昨日说你们鱼新鲜，明日若还要，早些来，活鱼留不久。这句话说得像卖鱼的人了。我本来就是。这栏杆也新补的，靠着不晃，比码头那边还稳。明日我再加2根横木，挑重担也能靠。这鱼杂怎么卖？5文1小碟，下饭，辣，能去寒。娘，价报得好，我也能报。你熬的汤，你当然能报。这桌3碗汤，2碗加丸子，一共8文。小掌柜数得清楚。我不是掌柜，我是帮嫂子收钱。嫂子，我把补伞伯伯喊来了，他说要看鱼鳞胶。听这小子喊了3条街，说鱼鳞熬的胶能补伞面，
我来瞧瞧。能用，腥是腥了点儿，粘得住。多少钱？一小罐6文，你下回带破伞来，我送你1碗鱼汤。成，你这新渡口有点意思。原来一家人一起忙是这个样子。以前你们也一起忙，只是忙出来的钱不到你们手里。以后不一样了。明早还有吗？我带2个兄弟来。有，热汤早上就熬。嫂子，好多钱！这里面有我喊来的客人钱吗？有，你今天喊来的2个脚工，后来又带来4个，你挣了路口的功劳。那我明日喊更远。先把鞋洗了，别明日陷泥里跑不动。86文，我没数错吧？娘，没错，86文。娘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没想到，我熬的一锅鱼汤也能养家。今日赚的不算多，可比一整楼鱼卖给严家强。第一日不求赚大钱，求让人知道旧渡口有热汤，有活鱼，有干净碗。你收着，先放小满那里，明日买柴、买葱、补碗都从这里出。我管。你今日钱数得清楚，明日继续学。嫂子，我一定数清楚，一文都不乱。这地方真的火了。七爷，今日码头脚夫喝了不少茶水，连小饭馆都去旧渡口挑鱼了。沈家那个破渡口真开起来了，路修了，锅也支了。脚夫说2文鱼汤比茶水顶饱。七爷，旧渡口就是瞎闹，宋清堂一个杀鱼女能懂什么规矩？那你说怎么让人不敢去？脚夫最怕吃坏肚子，饭馆最怕鱼不干净。只要有人说旧渡口卖臭鱼，谁还敢去？话不用我教你怎么传，别闹大，闹得像真的就行。我明白。听说了吗？宋清堂卖的是臭鱼，破皮的、快死的，全熬进汤里。不能吧？我昨日喝着挺鲜。臭鱼加点葱和辣油，谁喝得出来？吃坏了肚子，旧渡口又没码头规矩，谁赔你？吃坏肚子没人赔。旧渡口没有严家这样的余杭担保？当然没有，人家严家有码头规矩，旧渡口就是沈家自己瞎摆。旧渡口热鱼汤，2文1碗，鱼丸另算。听说是臭鱼汤，吃坏肚子没人管。还是去严家码头买吧，贵点也安心。嫂子，昨日这个时候已经坐了2桌人了，是不是咱们哪里做错了？不是没人闻见香味，是有人让他们不敢来了。谁传的？说我们卖臭鱼，那就让他们当众看看，什么鱼才叫新鲜。嫂子，我们怎么证明？把摊子摆到最显眼的地方。摆到路口，那不更招人议论？就是要让人议论，躲着解释像心虚。摆出来验才叫清白。沈家这是干什么？被人说臭鱼还敢摆出来？今日不急着卖，先教大家验鱼。验鱼？我们又不是鱼贩子。正因为你们不是鱼贩子，才最容易被人骗。第一，看鱼眼，新鲜鱼眼清亮，不浑不塌。第二，看鱼鳃，鳃红是鲜，鳃黑才是坏，还真是红的。第三，看鱼腹，新鲜鱼肚有弹性，臭鱼肚子一按就塌，还会破水。第四，闻臭没臭，鼻子不会替严家缩远。不臭，是河鱼腥。嫂子，他们会信吗？旧渡口今日例话，鱼不新鲜原价退，吃坏肚子拿着碗来找我。敢这么说，应该不是臭鱼吧？汤汤，慢些喝，鱼丸刚下的，别急。味儿还是这个味儿，谁说臭的？舌头怕是坏了。 2文3文，嫂子，客人又回来了。嫂子，嫂子，你看我捡到什么了？哪来的？严家鱼行废筐边丢的，我看还没断就抱回来了。咱们旧渡口是不是能用？这称星不对，哪里不对？10斤的位置被人往后挪了，用这秤称东西会变轻。你是说
严家以前给咱们称鱼的秤有问题，只是这杆废秤有问题，还不能说严家正在用的秤也有问题。可它就是严家那边捡来的。石头，捡来的东西只能让咱们起疑，不能让别人认账。难怪我总觉得鱼不够数，严七爷每次都说是我记错了。先别急着断定，要验，去找李正，借他家公秤称1块10斤压船时，当着领相面刻印。要先试这杆废秤。第一步验废秤，第二步验严家正在用的秤。差一点，再削掉一角，正好10斤。劳烦您做个见证。你们拿10斤石头验秤，是要验谁？先验我们捡来的废秤。验可以，话别先说满，免得落人口舌。所以先验，不先骂。这是要干什么？10斤石头刚在李正家公秤上验过，现在用这杆严家废筐边捡来的旧秤称。嫂子，10斤怎么变8斤半了？差1斤半，这也差太多了。一篓差1斤半，一船得差多少？这些年我们卖出去的鱼，这还只是废秤。废秤有鬼，不能定严家正在用的秤也有鬼。要让人服，就验他们手里那杆。可严家怎么会让咱们验？买鱼的人可以看秤。嫂子，你要我去？怕就不去。我怕，可是他们当初也想把我送去余杭，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骗了我们多少。你只装上买鱼，哥就在后面。燕州，你带10斤石头跟过去，别先亮，等他们称鱼。小丫头，买什么？买鱼，给我称1斤。哼，1斤2两，15文。我能看看秤吗？看什么看？严家余杭还能短你斤两？既然不短，看看怕什么？你们沈家又来闹事儿？不闹，买鱼看秤，天经地义。是啊，买东西看看秤，有什么不能看？沈家拿的那块石头，好像上午在李正家称过。10斤石头，李正公秤验过，敢不敢挂？我凭什么听你们的？各位买鱼卖鱼的都在，严家秤若是准，10斤就是10斤；若是不准，今日每个人都该知道。挂上去看看，准不准？一称就知道。我刚才也买了鱼，让我看看秤。就用你刚才给小满称鱼这杆。嫂子，看清楚，8斤半，10斤石头称出8斤半。我就说我一船鱼怎么总少，每次严家都说是我记错。我卖10斤，他给我算8斤半，那我这些货少拿了多少？那我们买鱼呢？他是不是8斤半也当10斤卖给我们？秤坏了，这秤坏了。刚才给小满称鱼的时候怎么没说坏？船户卖鱼10斤只能称8斤半，客人买鱼8斤半又能当10斤卖。严家这是两头吃啊！吵什么？七爷，是伙计拿错秤了，旧秤混进来了。伙计弄错了秤，一杆坏秤也值得你们堵我余杭门。七爷，第一杆废秤是石头从你们废筐边捡的，10斤称8斤半；第二杆是你们刚刚给小满称鱼的秤，10斤还是8斤半。两杆都这样，还说是弄错？我不信只有今天错。沈家媳妇儿，你想把事情闹大？不是我要闹大，是这杆秤小不了。沈长干，称鱼的话就是你传的。你胡说，我只是听别人说的。听谁说？严家后堂的强说的。1块石头，1杆秤，你们就想污我严家余杭？船户卖鱼本就水重筐重，记错斤数常有。那就不止看秤，看条子。这是我们最近几次卖鱼的平码条。同样大小的鱼篓，沈家送严家1篓30文，旧渡口拆开卖，少的时候80多文，多的时候120文。你们拆开卖，当然价不同。拆开卖是价不同，
可这张条子上整楼活鱼，你们也按死鱼价收。这里写着鱼尸匡重，鱼不鲜，扣价。可那天鱼缸里水，沈彦舟船桨还滴着河水。那天我记得，七爷说我记错了。我也有，上月大鱼去前，我2篓鱼，他也说匡重扣钱。我家的也是，每次都少。卖鱼的被扣，卖鱼的也被坑。严家这鱼行，吃人不吐刺啊！够了，一群人跟着沈家闹，日后还想不想在河湾卖鱼？你们这些年下水卖命，钱去哪儿了？我们不是不会捕鱼，是鱼还没上岸，架就被人按死了。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。旧渡口的鱼我喝过，根本不是臭鱼，臭的是这杆秤。燕州，你们旧渡口能不能也帮别人卖鱼？你想把鱼送来？严家秤那样，我们还送过去，不是犯傻吗？以前都是咱们求着别人收鱼，今日竟有人问咱们能不能帮着卖。这旧渡口真撑起来了。小掌柜，再来一碗。今日这汤喝着安心。好，鱼不新鲜，原价退。今日黑城一路，严七爷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怕不能把鱼卖出去。一个旧渡口就敢翻我的秤？七爷，今日好多船户都在问旧渡口能不能收鱼，让他们问。3日后大鱼汛，我看谁敢不来严家。七爷，大鱼汛一来，鱼多的压船，他们没兵没盐，撑不了多久。传话下去，3日后大鱼汛，所有船户的鱼必须交给严家行统一售卖。谁敢私卖呢？谁敢私卖，以后鱼筐、碎冰、粗盐一样都别想拿。这次不是压沈家，是压整个河湾。知道就去传，我要他们明白，河湾的鱼只能从严家秤上过。严七爷有令，3日后大鱼汛，所有鱼统一交严家行，谁敢私卖，筐、冰、盐一概不收。黑秤的事还没说清，他又来这一手。今年鱼汛真大，我这一船都快装不下了。鱼是多，可这么多鱼，严七也肯出价吗？今年鱼太多，不值钱，统一收低价。七爷，这鱼刚出水，活蹦乱跳，怎么就不值钱了？你不卖，就等它死，死了更低。我往这边交，鱼汛价30文一篓，爱卖不卖，不卖等他死在你船里。没兵没盐，鱼里水撑不了多久，低价也得卖，不卖就烂在船里。嫂子，码头那边鱼堆成山山了，严家又压价了。严七爷说低价统一收，很多船户已经撑不住了。鱼太多，死得快，咱们旧渡口也卖不完这么多啊。卖不完，就先让他们活着。活着？下游活水湾水缓，有水草，用竹篓、旧网、木桩先围几个鱼栏，暂养1-2天。那里水口稳，鱼不会被急流冲走。所以今天水上的事你来管。好，我来管。桩别打太密，水要流得进去。这边网眼大，小鱼能跑。小鱼栏在左边，大鱼栏用密网，别混。活鱼进水栏，半死的马上杀，破皮的别往活鱼栏里放，免得坏水。这不就是把鱼放水里，真能卖高价？活鱼能挑，死鱼只能甩卖，差的就是这一口气。嫂子，他们真活过来了。不是活过来，是没让他们死。这句话，等会儿你告诉船户。燕州，旧渡口真能收，严家那边只给低价，再拖就死了。先挑活的进栏，死的别混。谁家的鱼进了哪一栏，小满记命。我记。船户李叔，活鱼2篓，半死鱼半篓。李叔家大鱼来，别放错。行，我信你们一回。娘，这种马上杀，做鱼丸和汤，别让他占活鱼栏。知道，
活的卖活价，快死的赶紧下锅。稳了，撑1-2天没问题。今日不靠兵，不靠盐，靠水。我要5条活鱼，5时等着。我家老爷今晚设宴，要鱼精神，摆上桌好看。饭馆拿活鱼，按条算，富户办宴，挑大的，挑选价。小鱼给百姓，便宜卖，别挤。小鱼多少钱？6文一串，给孩子炖汤够了。小满，碗筷没了，洗好的先拿来。来了，这桌4碗汤，2碗加丸子，我记着呢。嫂子，东街饭馆也要鱼，我跑到门口喊的，鞋跑1只。鞋先别找，去告诉燕州，东街饭馆留3条中鱼。好，我光脚也快。燕州，2号栏竹篓松了，我再补一道。补完先看水口，别让鱼挤在一处。嫂子，我快记不过来了。别记人脸，记木牌，饭馆红牌，富户黑牌，百姓竹签。红牌5条，黑牌2条，竹签6串。活鱼才有活价。姐，鱼太多了，后头还没卖出去，前头已经死了。死了就撒盐盐，粗盐也不够，还有些已经发味了。旧渡口活鱼现挑，热汤2文。他们靠那湾水撑家。姐，要是那湾水浑了，鱼还能活吗？话别多，去叫人。真到，这要是被看见，七爷说了，只要水浑，鱼翻肚，就对口就完了。快走！嫂子，水变黑了。不是涨水，是上游泥沟进浑水了。鱼会不会死啊？我的鱼在翻，快把篓子拖出来！别乱拖，水一浑，鱼惊了，再拖更死。浑水从右边泥沟进来的，左边还有一道活水口。水上你最熟，你来。谢州，都听我说，别乱动鱼篮。想保鱼就听我的，封右边泥沟，拿麻袋草滚石头快。石头，跟我赌够。来了，我拿草屯。李叔，你带人开左边活水，别挖深，挖宽，让清水进来。听他的，开活水口。竹篓别乱拖，先保大鱼，小鱼来水浅，先放一半出去。哥，放出去的鱼怎么记？谁家的小鱼放了，照木牌计损。那要是混了呢？谁家的鱼进了湾，我沈燕州照数还。旧渡口的账我来记，燕州说照数还就照数还。行，今日听燕州的，我去扶2号栏。右沟堵住一半了，再压2袋，别留缝。鱼不翻了，鱼稳住了。这才是撑船的人。保住了，真保住了。伤了这么多道口子，你怎么也不知道躲？鱼要是死了，大家就都得回严家低头。燕州，刚才我乱了，要不是你喊住，我那2篓大鱼就毁了。以前只知道你会撑船，没想到你还真能扛事儿。我只是熟这片水，熟水的人不少，敢在水里担账的人不多。哥，笋的鱼记好了，大鱼1条没死，小鱼放走了10几条，我的血也找回来了。燕州，今日你比爹强。爹，是你教我看水的。沈家，活鱼还能挑吗？掌柜加单。小满记账，石头送线。娘，汤继续熬。爹，先抚3号栏。燕州，带人挑活鱼。走，先卖最精神的那批。嫂子，今天的钱都装不下啦。我熬汤熬的手都抬不起来，可心里痛快。竹篓坏得越快，说明来鱼越多。坏吧，我修得动。东街饭馆说明日还要鞋，还让我别跑掉鞋。不是你一个人在撑。现在才看出来。姐，这
这批真有味儿了，再卖怕是要出事儿。条上头还能看的，混到新鱼里卖。可黑秤的事还没过去，客人都盯得紧。不卖，难道倒进河里？这鱼怎么一股味儿？河鱼都腥，哪有不腥的？是不是臭？找会验鱼的人看看。别收，刚才要卖给人，现在怎么不敢摆了？宋清堂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验鱼，你们说旧渡口卖臭鱼，我就看看严家卖的是什么。鱼眼魂塌了，鱼鳃黑不红，这才是臭鱼！严家前几日骂旧渡口，自己倒卖臭鱼。活鱼不保，低价硬收，卖不出去就混着卖。严家就是这么做买卖的。我们低价卖给他的鱼，他堆臭了，又卖给百姓。黑秤坑船户，臭鱼坑客人，严家鱼行还有什么可信？够了，不够。旧渡口敢说鱼不新鲜原价退，严家敢吗？走，去旧渡口，至少人家敢当面验。兖州，明日我家的鱼还送活水湾，该计多少你们照计。活鱼按活价，损鱼照账说清。嫂子，这是咱们第一回赚这么多，这钱够给娘买新锅吗？先买盐、买柴、买碗，锅还能用。以前我以为大房这辈子只能靠严家鱼行，以后不靠了。沈彦州，你们还有脸在这数钱？兖州，先别卖了，严七爷有话。我们和严家还有什么话？沈家老船早年欠严家余杭20两银子，如今连本带息，该还了。不可能！老船修船的钱，我早年用余钱慢慢还清了。白纸黑字字记在这儿，还不上就拿船来赎。大哥，别嘴硬了，气质都在这儿，严七爷还能冤枉你？桂花，这船是兖州吃饭的根儿，没了船，大房怎么活？那就把旧渡交出来啊！你们把旧渡渡口给严七爷，严七爷就不会为难渡口，就不会交出干沈家。大哥，嫂子，你们折腾到最后，不还是得靠严家给活路？兖州，别犟了，严家余杭又收船，咱们沈家以后连码头边都站不住。旧渡口是死物，人活着要紧。兖州，要不咱们先低一回头。嫂子，他们又要拿走咱们的船吗？船可以破，家可以穷，但不能再替别人背债。这债不是我爹安的水银，大方不认。你说不认就不认？他说的不算，气质也不能只听你说。石头，去请李正。小满，去找当年给沈家修船的木匠周伯。我跑得快。我知道周伯家在哪儿。人没来之前，谁也别动这张纸。大鱼训才过，你们又闹什么？李正爷爷，不是闹，严家拿旧债契要收我们家的船。这船我认得，10几年前大修过船底，后来又补过2回板。周伯，你给说句公道话，当年修船的钱我是不是还了？船户没纸账，我那时用木牌刻账。沈老大修船欠料钱，头1年还1半，后2年拿鱼钱抵清。我每月卖鱼，先拿钱还船板
3年一文没赖。我收清了，那笔修船钱早就没了。修船钱还清了，那严七爷手里这20两又是哪来的？木匠只管木匠的账，沈家和严家的账他管不着。李正，您看这契书，借债人写的是沈二和，不是沈老大。借债人沈二和，这一家人的船写谁名字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借钱的人是谁，背债的人就该是谁。我那时候也是为了家里周转。二叔，为家里周转，为什么大方不知道？我想着先借来用，后来再说。你借钱却把大房吃饭的船写成抵债物，二叔，这叫周转。严七爷说反正是沈家的船，沈二和案的手印，债自然在沈家。沈家老船一直是大房出水，大房修补。沈二和私下按手印，没经船主用船这一房点头，凭什么拿船底？黑秤坑于家，现在又拿2房的债抢大房的船，严家这是把沈家大房往死里逼呀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，拿别人的船替自己抵债，不是。大房这不是有钱了吗？旧渡口一天赚那么多，先替2房还了又怎样？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一家人的时候，你们让我签活契，现在钱债了，又说一家人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过去的事，是小满手腕上的绳印，是我爹娘这些年的低头，也是这张压在老船上的债契。二和，你借的钱你自己认，大房不会再替你背。大哥，我哪还得起20两啊？小满就还得起，兖州就还得起。这些年我们不是没苦过，可替你们背债，背到要送走孩子，这日子不能再过了。严家黑秤，我们看见了；严家压价，我们也吃够了；严家混卖臭鱼，我们也闻见了。以后我家饭馆拿活鱼来旧渡口，不走严家了。我家的鱼，明日也送活水湾。严家要是不用黑秤，好好给价，我们再说。现在不敢信还信了。你们以为离了严家，河湾鱼就卖得出去？卖不卖得出去，不劳七爷替我们定价。从今天起，旧渡口只验鱼，不验人情。鱼新鲜，价就活。这好。严七，这旧债契，谁按的手印谁还，老船不能抵。走。掌柜，扶我回去。娘，别说了。沈彦州，你这是要分家？我还活着呢。奶，我要分家。你翅膀硬了，大房刚有点钱就要撇开老人。我会给你们养老粮，但我一家人的命不能再交给别人拿去填窟窿。爹娘，这些年我孝顺的糊涂，害了妻儿。以后养老我认，2房的债我不认。凭什么？沈家的东西你们说拿就拿。所以今日当着李正分清楚，老船一直是大房在用，修船、换桨、补网的钱都是大房出的。旧渡口摊钱是大房交的，木板是我搭修的，泥路是我们填的，鱼汤摊也是大房撑起来的。这些账，昨日旧渡口众人都看见了。那老宅和田地呢？你们不也想要？老宅和田地，大房不争。你真不要？不要。大房只拿老船经营旧渡口，每月给爷奶固定养老粮。2房欠严家的钱，2房自己还。大房捕鱼所得不再进宫中。不进宫中，你这是不孝！奶，孝顺不是把沈小满送去抵债，也不是把爹娘累到碗里没肉。哥，我不想再被绑去船庄边了。以后不会了。大房拿老船，旧渡口由大房经营，不争老宅田地，每月给两老养老粮。2房私债，2房自还，大房余钱不入宫中。这个分法外人挑不出错。别说了，再说债权翻出来。从今日起，大房自己撑船。沈家活鱼铺，
嫂子，这牌子真气派。念慢点儿，客人都听见你不识字了。我会认，我就是念得响。这样挂，风吹不掉。沈老大，今日又补篓，我这篓子也松了，等会儿帮我看一眼。放那儿，卖完鱼，我给你加2道面。娘，你吃。嫂子说了，熬汤的人也得吃肉。我就吃1块。1块不够，今日鱼多，娘吃2块。以前总觉得好东西该让出去，现在才知道自己也该有一口。活鱼现捞，鱼汤刚出锅，鱼不新鲜原价退。小掌柜，今日给我挑2条小鱼，孩子就爱你家汤。小鱼6文一串，炖汤正好。您等着，我给您挑精神的。东街饭馆又加单，3条大鱼，5条中鱼。这小子跑得快，喊得也响。我们掌柜现在一听见他声音，就知道鱼来了。我可是旧渡口第一喊客的。第一喊客先喝水，别喊哑了。哥回来啦！兖州，今日这鱼水色好，上游水清，鱼精神，先挑活的进篮，别急。现在不用我提醒，你也会安排了。以前我只会把鱼送到别人秤上，现在知道鱼要先在自己手里活下来。哥，东街饭馆红牌、富户黑牌，还有李叔家的2篓鱼都记好了。好，按排挑，别急，慢慢记。先喝一口，你爹说你今日撑船撑得稳。爹呢？我在这儿修篓，别找我夸你，我嘴背。爹刚才夸了3遍。今日扣掉买柴、买盐、修篓线，还剩这些。清汤，你收着。你自己拿着。我？这是你撑船挣来的钱。以前我拿钱回家，手还没捂热，就进了宫中。以后不一样了，你挣来的钱，先养你自己的家。以后不是你一个人撑着。这条船，我和你一起撑。那你可撑稳了。稳。明早还有活鱼，鱼汤刚出锅，记得来，别去错了。沈家活鱼部。严家还在。他在他的码头，我们有我们的渡口。以前我总觉得船靠岸才算稳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人站起来，船才稳。走吧，回家吃鱼。